今天菜园的割草整地就暂时先告一个段落了，我开始准备给一些果树施肥，同时开始大地的种植了。今天这些鸡鸭鹅回来的晚了，刚刚给它们放出来。这边在鸡鸭鹅势力范围内的草地，我就不负责打理了，全都交给他们了。看这些鸡鸭鹅们，尤其是鹅和鸭子，吃草的效率还是挺高的。这菜园大地里边已经是一片播种的景象了。这边这一排现在看起来平平的，也很干净的地方，我已经是给种满了豌豆了。不过运气不太好，这些天都没有雨。这么长呢，我也不想再铺滴灌，也不想用喷罐给它装起来喷了，就等过一阵儿下雨，靠天吃饭了。这豌豆种植呢，还是挺省事儿的。还有一件大事儿呢，就是这一片葡萄地的地方，我是趁它发芽前，或者是刚刚要发芽吧，抓紧时间把这些草给它清除干净了，同时在两边最远的地方挖上沟，把实的复合肥给它施进去，到时候埋上土，浇上水，这些芽很快就长出来，然后很快就可以开花挂果了。葡萄发芽虽然是挺晚的，但是开始长起来呢，后边速度还是挺快的。今年的天气确实是冷啊，这有些葡萄上边最大的芽点也才这么大。我记得前一阵子看到一个发芽比较大的，再找找还能不能找到了。像这种已经是有一点点露出叶子了，不过还是挺小。还有把头的这一颗是这颗上面普遍的芽点，这个是最大的。这些葡萄呢，等它的芽点长到大概有6英寸长，也就是10多厘米的时候，又该开始给它们进行除真菌的预防工作了。因为我这一带呢，真菌感染是非常严重的，所以最优先要处理的事情就是除真菌。这葡萄可以有机的方式喷一些硫，或者如果效果不好的话，那就只能是给它喷一些化学的除菌的药了。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葡萄要给它浇很多的水嘛，特别是在春天的时候，伴随着浇水呢，它旁边的地上就会不断的长出杂草来，所以很容易杂草就失控了。要经常的来割草啊、除草啊，还是挺累挺烦的。我今年想呢，等把旁边的这些杂物，这是去年种西红柿呀、辣椒之类的这些地方，等把这些地方给它清理干净了之后，我就把葡萄的这一片给它铺上防草布了，就是我常用的铺在表面的编织型的防草布。这样的话呢，一是能给它保持湿润，第二就是防止杂草生长了。尤其是我这下面有2条滴灌带，到时候可以经常把滴灌带开着，让它滴着水，上边防草布保护着滴灌带，保持着水土。我这一片大概是有6颗葡萄，虽然留的是这种比较小的不爬架的这种树形，便于管理和采摘，但是如果这6颗都结满葡萄的话，即使留的特别少，也是吃不完的，所以说是足够了。这边还有一片的空白的地方，我在想是把我那2颗盆栽的飓风葡萄也栽在这儿呢，还是再栽种点其他的一些东西，暂时还没想好。这儿大概还是有1、2、3、4个空位的。在最前边这个边上有3颗软枣猕猴桃。这软枣猕猴桃呢，前一阵子倒春寒，叶子都冻死掉了，就等着之前没发芽的地方再重新发芽了。这软枣猕猴桃两边是母的，中间是有1颗公的，给它们授粉。我也是两边各自挖了2条沟，然后施了10的复合肥。不知道今年能不能结一些软枣猕猴桃，尝一尝味道。这是去年种的，去年开了花，但是并没有结果。在软枣猕猴桃、葡萄这一排过来，这种豌豆的地的旁边，这是一整排的枣树。这也是今天我干的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活，也是给它们两边挖沟，然后施上10的复合肥。前面有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枣树，我是种了梨枣啊、狼枣啊、蜜罐枣啊、GA866啊，
还有当初在韩国店买的一些枣，已经忘记是什么。哦，还有一个买的特别小的冬枣，这地方，这枣的中间有些地方是有草莓的。草莓呢，原本是想把它当成覆盖作物的，并没有怎么管它。现在有一部分已经是开花了，应该过不了多久能收到一些草莓了。这大马蜂啊，现在在地上钻来钻去的。这是其中一个枣树挖的沟。这边这一片的草莓起到了很好的覆盖作物的作用，把枣树中间的地方全都给盖住了，这一点杂草都没长出来。但是那些种的比较稀疏、草莓没那么多的地方就没有那么好的效果了。继续往前走，这前边的4棵枣呢，今年我感觉应该是能有不小的收获了。但是一定要记住啊，在它做果之后呢，多浇一点水吧。去年我感觉就是因为水不够，导致有点干旱，枣都干瘪了。只要一干瘪之后，就特别的容易掉落。这还是草莓。这儿也有不少的花儿，这是另外一个挖的沟，施的肥。再往前走，这把头的第一棵枣树长得是最好的，可能是因为它守着边上，经常容易给它额外的浇水，尤其是我们这一片会种一小片的青菜或者是其他的蔬菜。种这些菜的时候呢，经常要浇水，所以这块地是比较湿润的，而且也会给青菜施肥嘛，所以它可能是既享受水分，又享受更多的肥力，长得就比较好。去年也是结了一些果子，吃起来味道还是不错的。看着鸡呀，刚把它们放出来，就跑到我的大菜园里边来了，去，轰呢还不愿意走。这边的这些小的树苗，像这种樱桃树，还有前边的小的梨树，我是给它施了10%的复合肥，再加上1半的尿素。这样的话，争取能让它们尽快的把枝干呀，还有分支给长出来。因为尿素还是促进生长能力会强一些，而且它们并不开花结果，所以其实磷肥是没有太大的必要的。还是多一些氮肥会好一些。这也是一棵枣树，这棵是蜜罐枣，已经上面有果蝇在这儿了。我看看芽点上边，好像还是没有变绿的迹象。枣树发芽还是挺晚的。这棵小梨树呢，远看去叶子长得还不错，但是近看它上面的叶子有点发黑了。我没看出来是旱的还是因为有实心虫的原因。找一找，感觉有点像虫子，回头也要给它喷点药了。顺手把它下边靠下的这种芽给它去掉，因为实在是太低了，这种还够不着了。再往上的就先留着。下边的可以到时候给它摘摘心儿，这样多留一点叶子，能让它快速的生长。这一片空出来的地初耕了一下，回头要种东西前还得复耕。这些是去年种的是玉米，所以今年不能再种玉米了，最好还是种一些豆类比较好，因为想图省事儿嘛。豆类呢，那就是我首选可能就是毛豆。然后再种一个第2批的豌豆，再有就是种一些不爬架，这种在地上长的那种四季豆，这样3种豆子就都有了。今年不太想种蚕豆了，因为时间有点晚了，而且蚕豆的这个生产效率，我觉得还是有点低，种着也不是特别的划算。当然，那味道是相当的好了。今年不种了，明年看看，如果早一点的时候有功夫，就早点给它种下去。覆盖作物也都慢慢的长起来了，各种各样的。这儿有一大片，这些这羽衣甘蓝开黄花了，这又是下一年的种子的来源。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源源不断的羽衣甘蓝不停的长出来了。像这些地方的蒲公英，还得及时的给它除掉，不然的话飘到哪儿都是毛，又是好多的蒲公英。
我发现，即使是这些覆盖作物呢，也是很难战胜那些杂草啊、野草之类的，还是要稍微人为的干预一下，给这些覆盖作物更好的生存空间，帮他们把那些比较厉害的杂草除一除，还有就是空白的地方再给他们补一些种子。哎呀，远处的太阳又要落山了，我等下还得趁太阳落山前把这些土给盖上。当然，盖这些土呢，并不会费太多的时间。不过老是弯腰，尤其是刚才挖坑施肥的时候，干这么一会儿活吧，这腰有点直不起来了。种菜的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费手费腰，所以呢，也不能干得太狠，不能种太多的菜。如果种太多了，那就慢慢干，这些活呢，一时间是干不过来的。如果想干的话，是无穷无尽的。每天弄一点，每天弄一点，当成消磨时光吧。反正最终呢，也还是都是能弄完的。这只大公鸡，我轰了它半天也没给它轰进去，就是在这不停的转圈圈，装傻充愣。哦，终于进去了。我在想呢，它要是再不进去，我就放 Maxim 过来轰它了。Maxim 可是没有我这么客气的。现在韭菜是多的有点吃不完了，而且春天的也比较鲜嫩。在想明天趁着是周末的时间嘛，给它做馅儿，做一些馅饼，做一些饺子，争取能把这一批都给用掉。这边的另外一个韭菜菜床，上次我用割草机给稍微的打了一下，但是里边当时应该是天黑了，没有看得特清楚。一会儿我再用铁锹给它除一除。当然，先把施肥的地方给填平。把这除完之后，我打算放一点草木灰，再放一些堆肥土，准备在里边种一些香草了。这原本也是韭菜的，后来被鸡给吃了，然后我们也给挖出去一部分，不想种这么多韭菜了，因为现在已经有好几片了。韭菜也就是维护管理方便，其实种多了根本吃不了。多的一个唯一的好处，可能就是等它开韭菜花的时候，能有足够的花来做韭菜酱。否则的话，种太少了，开的花根本就不足以做出1瓶2瓶的酱来。Maxim， 我把 Maxim 放出来，看着它，看一会儿，看看它对鸡鸭鹅还是不是那么凶猛了。上次狠狠地教训了它一番，好像老实多了。我去鸡窝旁边的时候，它都离着有10多米吧，就不敢靠近，不敢过去了。走吧，小马，看看你今天表现怎么样。它这鼻子是真好使，只要是鸡出来跑到我们房子附近的时候，它每次出来呢就会不停地闻，感觉就闻到了鸡的香味儿，那鸡肉的香味儿吧。Maxim， 过来 ，Maxim come， 过来，看看这鸡鸭鹅。闻着肉味儿了，看起来他还记着上次说他的那个感觉，没有那么凶猛了。以前见着鸡鸭鹅，老早就准备要冲过去，就汪汪汪叫了。现在好像老实收敛多了。你要过去跟鸡鸭鹅玩会儿吗 ，Maxim？ 要去吗？啊？我假装的走得远一点，看看他什么表现。他居然跟着我走，看来他担心自己在那个地方控制不住，再犯错又该挨说了。我狗的记忆力还是挺强的。刚刚接了一桶新的水，准备给鸡喝水呢。小马要过来这喝水了。看样子他是吸取上次的教训了。对这些鸡鸭鹅敬而远之了。你也是怕挨说呀，又怕挨说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先不管它了，我先把我这些活儿给干完了。反正我守在旁边，它一有什么动静，我喊它一下，应该就能立刻制止住它了。我这次
追肥呢，给果树追肥，只是葡萄树、软枣、猕猴桃，还有这些枣树，基本上都属于没发芽，像枣树完全没有发芽呢，还其他的是属于刚刚发芽，剩下就是那些不结果的小树苗了。我那些开花结果的树呢，暂时先不给它追肥，因为这个时候花期嘛，给追肥容易导致落花落果。我等花都落了，果实坐住之后呢，再给它进行追肥了，也是追这种实的复合肥。到时候再结合一次浇水，争取能有不错的收获吧。施肥的坑都已经给填平了，过2天再给它浇上一遍水，这些果树就大功告成了。今天的活儿也就收尾了，准备回去喝瓶啤酒休息休息了。其实有时候想想呢，这活儿呀，真的是没有必要一次性都给干完，每天干一点儿，慢慢的也都能完成，没必要把这菜园的活儿当成是一种负担。像我们家庭种植呢，还是主要把它当成一个娱乐休闲的项目吧。有些事情稍微晚一晚，耽搁几天，其实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不用有心理压力，也不用担心失去什么。明天又会是朝气满满的一天，明天早晨再去安排一下新的工作，轻轻松松的，一点一点的，所有的工作也都能有条不紊的给它做完。